上一讲谈到，在《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里，巴郡、蜀郡还有旁边的汉中郡、广汉郡，一共4郡都被唐蒙和司马相如折腾惨了，道路好多年也修不通，人不知道死了多少。西南夷又多次反叛，汉政府发兵平叛，突然耗费人力物力，却取不得任何成效，这可怎么办呢？司马相如能有什么对策吗？我们又需要跳转到《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来了。既然计划受阻，前景暗淡，那么反对的声浪注定高涨。不但蜀地父老意见大，说开东西南夷纯属得不偿失，就连朝中大臣们也持同样的意见。当时司马相如一定顶着巨大的压力，而如何挺过难关呢？在司马相如而言，最擅长的就是写漂亮文章了。于是一篇流传千古的《难蜀父老》就这样新鲜出炉了。题目照例又是后人取的，意思可以理解为质问蜀郡父老。文章第一段先定基调，说汉帝国建国以来已经78年了，经历了6代皇帝，道德的光芒普照天下，所以才会有四夷宾服、争相归附的盛况。然后笔锋一转，说在这样的盛况之下，偏偏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蜀地的父老士绅一共27人造访朝廷使者，郑重发言说，我们听说天子对待夷狄的正确方式是粗线条的施加影响力，不让夷狄脱离自己的影响力范围就可以了。可如今呢，劳动3郡百姓修建通往夜郎的道路，这都3年过去了，工程还没有结束，老百姓实在吃不消了。忽然又要连通西夷，这不是强人所难吗？早已经精疲力竭的老百姓恐怕完成不了这项工程，而完成不了的话，肯定会连累使者您交不了差。我们私下里都替您捏着一把汗呢。您看，西夷那些部落历来都和中国并存，井水不犯河水。中国之所以从来没有成功吞并过人家，肯定是因为做不到呗。如今朝廷折腾自己的子民去连通夷狄，搜刮自己子民的财物去让夷狄开清，可夷狄对我们能有任何一点好处吗？这段内容里，中国是文章的原话。那时候提到的中国并不是一个政权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相当于文明世界或者人类世界。和它相对的概念不是卖国，而是夷狄，相当于野蛮世界。只不过在具体的疆域意义上，蜀郡代表口中的中国是等同于汉帝国的。那27名蜀郡代表提出来的意见，应当就是当时最真实也最主流的声音。而且连通西南夷的工程到底是什么情况，这段内容显然是可信度最高的材料。在下一段里，司马相如就该借使者的话作出反驳了。反驳的第一击就很有力，说假如你们说的对，那么你们这些人现在都还是夷狄呢？确实在战国年间，巴和蜀都是独立的夷狄政权。后来秦国派司马错伐蜀，又是兴建成都城，又是开凿都江堰，把蜀这才逐步中国化了。到了汉武帝时代，8郡蜀郡都是中央政府的直辖郡县，蜀郡代表们说西南夷是夷狄，这可真是忘本了呀。但是汉帝国接管巴蜀没费太大力，吃苦费力的操作都是当年秦国做的。现在要想把西南夷纳入郡县，却是劳民伤财，还看不到收益，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呢？使者说出了一个名句，原文是事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也就是说，这种高瞻远瞩情的伟大事业，凡夫俗子看不懂，只有等事情做成了，利益浮现了，大家才会恍然大悟。使者拿大禹治水举例，说大禹当年主持水利工程，何尝不是劳民伤财呢？但我们现在都知道，禹圣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司马相如的意思是把西南夷划归汉帝国的疆域，虽然眼下看来有百害而无一利，但你们老百姓鼠目寸光，只会低头看自己脚下这1亩3分地，人家皇帝站在一个更高的维度上，有全局观，高瞻远瞩，要成就的是大禹治水那样的功业，
你们这些愚民的子子孙孙们，将来都会感念皇帝的这份恩德。使者呀，继续讲，从政治哲学的高度来说，普天之下莫非莽土，率土之滨莫非莽臣。所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天地间的任何一个角落，只要有任何一个生命还不曾充分感受到天子的恩泽，天子都会觉得羞耻。夷狄的世界里有多少受侮辱与受损害的人，听说了中国的仁义，眼巴巴盼着中国的力量来解救自己。所以咱们皇帝才会向北出兵讨伐匈奴，向南派遣使者斥责芈月，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火。这就是做天子的担当，是行仁政的当务之急。就算因此让老百姓吃点苦受点累，又怎么了嘛？难道正义的步伐应该停下来不成吗？文章啊又提到皇帝将要到泰山封禅，完成伟大的壮举，这怎么是小格局的人能看懂的呢？使者的话讲完了，那27名蜀郡代表茫然若有所失，最后一致表态，老百姓就算再累也要再接再厉，我们这些人愿意身先士卒，为蜀郡百姓做表率。文章就这样以蜀郡代表的理屈词穷，转变立场而告终。但是司马相如的利益到底应该怎么理解，后人竟然生发出很多看法。有人说司马相如为汉武帝的好大喜功，闻过是非，也有人说在西夷设置郡县的方案就是司马相如自己提的，进行到了一半了，发现不对，但也不好自己打自己的脸。所以文章的重点其实并不是使者的发言，而是代表的发言，希望能够点醒皇帝，让皇帝知难而退。也有人说司马相如才没有那么好心呢，他只是给自己闻过是非罢了。还有人说，我们从文章字面上做理解就好，司马相如就是要驳斥反对派的言论，坚定汉武帝开发大西南的气息。到底怎么理解，大哥以见仁见智。不过当我们以1000年为尺度来看这篇文章，就会发现难属父老真正的重点在于讲出了一套显而易体的政治哲学。自己的文化是最先进的，以先进消灭落后是圣明天子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至于用怎样的方式去消灭落后，可以用道德感召的就去感召，感召不来的就用武力征服。而这样一种武力征服之所以具备道德上的正当性，是因为征服的目的不是为了抢人口、抢地盘、抢财富，而是为了除掉蛮夷世界里的那些作威作福的邪恶君主，把受苦受难的蛮夷百姓解救出来，让他们接受先进文化的同时融入先进文化的大家庭。这样的话，最后就会实现所谓显而易体的大同世界。天下任何一个角落都和世界中心共同尊奉一位天子，共享一道政治制度和价值观。而蜀郡27名代表所持有的价值观，虽然也认为华夷有别，华夏高于蛮夷，但对于国际关系的最高追求止步于所谓鸡糜目绝。鸡的本意是马烙头，糜的本意是牛的缰绳。如果我们把蛮夷诸部族想象成牛和马，那么鸡糜勿绝就相当于用绳子松垮垮的控制着这些牛马，只要绳子不断掉就可以了，并不指望牛耕田马拉车。虽然司马相如严厉批判了这种貌似保守的政治哲学，但鸡糜勿绝的观念传之久远。中原王朝历朝历代对待少数民族政权往往会采取鸡糜勿绝的策略，这不奇怪，打不过马。杜甫在一首诗里这样说过：北方天骄子，饱肉气用绝，沟丘马肥健，挟使受汉乐。自古物以为患，诗人厌薄乏，修德使其来，鸡糜故不绝。这里的鸡糜对象是回纥。如果唐帝国的国策真能坚持修德使其来，鸡糜故不绝的话，彼此相安无事，有何不可呢？结果唐帝国请回纥兵出兵帮自己平乱，导致了胡为倾国志出入暗金阙。回纥骑兵蜂拥而来，说是帮忙，却比叛军造成的祸害还大。言下之意是鸡糜勿绝就好，
处理和蛮夷政权的关系一定要保持适度的距离感。两种价值观显而易体代表了理想主义认为机密误决的策略只是在实力不足的时候的不得已，机密误决代表了现实主义认为显而易体实现成本太高，纯属挟泰山以超北海，非不为也，是不能也。难属父老到底有没有收服反对派？显而易体到底有没有战胜机密误决？史料并没有交代。西南夷问题就这样暂时告一段落，但这两种论调的争论还会绵延不休，成为这一历史阶段的主旋律，是我们理解武帝朝及武帝以后西汉政治的一个重要抓手。不仅如此，我们理解汉朝以后直到清朝的外交理念，它从来都是一个重要抓手。我们下一讲再见。